刚认识新朋友，就带着他们观看残酷无比的斩首仪式。而在这种环境下，最能展现自己过硬的心理素质。显然，两位小伙伴对这种处决场面有些不适应。可就在刽子手举起斧头准备行刑时，一名士兵突然高喊：“刀下留人！”接着当众递上了一封教皇的赦免令。刽子手拆开信件，大声宣读，一名罪犯免于死刑。By the supreme mercy of His Holiness Pope Gregory XVI, I order that grace be shown to the condemned man Peppino. 现场民众一片哗然。就这样，小偷佩皮诺被当众释放，而另外一名囚犯则没这么幸运，在众目睽睽之下结束了性命。这戏剧性的一幕让两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大为震撼。原来只凭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基督山伯爵动用超能力事先安排好的，也是他迈出复仇的第一步。原来自从得知费南德的儿子亚伯特正在罗马旅游，埃德蒙立即嗅到了接近仇人的突破口，于是带着雅各波连夜赶到罗马，还特意入住了与亚伯特同一家酒店。紧接着又制造机会邀请两个年轻人享用最丰盛的午餐。在闲聊期间，埃德蒙有意无意地提起自己传奇般的发家史，塑造出自己神秘而又强大的形象。不到半刻功夫，两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就对成熟稳重的埃德蒙产生了强烈的崇拜感。趁他们兴奋之际，埃德蒙便顺势邀请他们参观囚犯的处决仪式。 Very interesting to witness a man facing death. And afterwards, you'd be more than welcome to the use of my calash for the carnival. 一听到有豪华马车，两人当即答应下来。殊不知，他们已经掉入埃德蒙精心编织的大网。随后，他们一起来到刑场，在这严肃又残酷的场合，埃德蒙故意让他们看到小偷被当场赦免的全过程，就是为了展示超能力的恐怖。只要他轻轻开口，哪怕强大如教皇，也会在金钱面前选择低头。而这名被救下的小偷，也将在埃德蒙后续的复仇计划中起到关键作用。处决仪式结束后，埃德蒙又为两人安排了一辆豪华马车，参加1年1度的嘉年华。两人尽情地享受着路人对他们投来羡慕的目光。就在两人玩得兴高采烈之时，一位肤白貌美的年轻女孩飘至身前，主动与亚伯特搭讪。血气方刚的亚伯特瞬间被迷得神魂颠倒。可就在他想进一步探讨时，女孩却转身冲入人群。 Delicious. Come to me. Come to me, please. I shower you with love. Give me a chance. Follow me. 被迷得神魂颠倒的亚伯特脑袋一热，毫不犹豫地跳下了马车。看着女孩的身影，他已经开始幻想接下来的剧情，浑然没注意到刺激的后面往往是危险。没一会儿，女孩就钻进一条无人的小巷，亚伯特紧随其后。可还没来得及开口，就被两个头戴面具的人将他敲晕，拖进了马车。当天晚上，好友眼镜哥结束游玩，回到酒店。 突然被一个黑衣人拦住了去路，并递上一封勒索信，声称他的朋友亚伯特已经落在自己手中。You're free to see the sunrise tomorrow. You'll bring me the money. I'll be waiting here. 从小都衣食无忧的眼镜哥瞬间吓坏了，立刻跑回房间，翻出了两人所有的存款。可即便如此，离劫匪所要的赎金仍然相差甚远。无奈之下，他只好向刚刚认识的基督山伯爵求助。殊不知，埃德蒙早就在房间等候多时。他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读完勒索信后，只是问了一句。 信件里的笔记是不是亚伯特所写？眼镜哥很肯定地回答，接着将刚刚所遭遇的情况说了出来。埃德蒙闻言，立刻让雅各伯准备好手枪，随后便气势汹汹地来到大门口，厉声质问黑衣人 Do you know who I am? How the hell should I? I'm the Count of Monte Cristo, and the man you kidnapped is a friend of mine. You're... 听到是基督山伯爵，黑衣人瞬间吓得大气都不敢喘一下，随后便听从基督山伯爵的安排，驾着马车前往目的地。而得知贵客到访的黑老大不但亲自迎接，还对基督山伯爵行了一个大礼。可埃德蒙却满脸气愤，对着劫匪头目就是一顿大骂。You fool. The Viscount de Morcerf is a personal friend of mine, and you kidnap him? Hold him to ransom like a dog? Are you mad? He is your friend? I'm completely ashamed of myself. 面对基督山伯爵的怒骂声，劫匪头目不敢有丝毫不满，不仅当众道歉，还立刻让手下把亚伯特请了出来。就这样，基督山伯爵轻而易举的就把亚伯特救了出来。看着劫匪头目在基督山伯爵面前如此卑躬屈膝，眼镜哥更是对他崇拜的五体投地，当即就把今晚发生的所有事告诉了亚伯特。显然，在他心目中，基督山伯爵就是神一样的人物。殊不知，这都是埃德蒙自导自演的一场好戏，目的就是让亚伯特更加信任自己，从而通过他的引荐融入巴黎上流贵族的社交圈。而配合演戏的劫匪头目，正是埃德蒙从刑场救下的小偷的亲哥哥万帕。 他也受过埃德蒙的恩情。原来在埃德蒙周游世界的时候，他就用伯爵的身份从一群士兵手中救下过他们整个强盗团伙。Why did you not betray us? I have an aversion for authority. Seems I am indebted to you, sir. 而这次埃德蒙为了说动教皇赦免他的弟弟佩皮诺，又花费了一大笔资金，这让万帕对埃德蒙更是尊敬有加。这点小忙对他而言不过是小菜一碟。How was my performance? Theatrical, but effective.
Well done. 而他们的表演也成功骗过了2个年轻人。在回去的路上，亚伯特对埃德蒙更是连连道谢。为了还他这个人情，亚伯特坚称一定要为他做点什么，这正中埃德蒙下怀。于是他假装无意地说道：“可能几个月后会去一趟巴黎。” Well, that's perfect then. You don't know the city. I'll show you around. I'll introduce you to everyone. And to my parents. We'll see. At this point, I'm still toying with the idea. 见计划如此顺利，埃德蒙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几个月之后，埃德蒙便如期来到了巴黎。为了彰显基督山伯爵的雄厚财力，他立刻买下2处豪宅，一处是位于郊外的豪华庄园，而这里正是他来到巴黎打响复仇的第一枪；另一处是巴黎市中心，这里低调奢华，处处透露出他是一个极具涵养的超级富豪。当天夜里，埃德蒙辗转反侧，没有丝毫睡意，因为明天不仅仅要面对仇人费南德，更为揪心的是，还有他一直深爱的梅赛台斯。但物是人非，他所遭遇的非人折磨必须有人偿还。就这样，他一直熬到天明。第二天一早，埃德蒙便接受邀请来到亚伯特家。刚一进门，他就被一幅画像所吸引。画像上的不是别人，正是他曾经的未婚妻梅赛台斯。尽管已经过去10几年，可梅赛台斯的身影从未在埃德蒙的脑海中消散。令人意外的是，费南德今天却因参议院有重要事务，并没有在家中等候。但亚伯特还是向埃德蒙引荐了2位重要人物，分别是调查报的主编比彻姆先生以及内政部长的秘书德布雷。埃德蒙敏锐地意识到，这2位都在巴黎的社交圈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于是暗暗将2人记下伪将来的复仇提供实质性的帮助。就在几人畅所欲言时，梅赛台斯缓缓走来，他的出现让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微妙起来。虽然样貌未能第一时间认出，可那熟悉的声线却让梅赛台斯一阵失神。 I think you're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moment. 看着眼前的基督山伯爵，梅赛台斯情不自禁地将他与记忆中的那个人重叠，似乎内心总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他们就是同一个人。简单的聊了几句之后，眼中的泪水就情不自禁地要夺眶而出。Are you all right? 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梅赛台斯连忙以身体不舒服为由离开了会议大厅。等到聚会结束后，台斯看着埃德蒙的身影，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不仅是他如此，埃德蒙也同样被泪水模糊了视线。他曾幻想过无数遍见面的场景，可再次相见，内心的爱意宛如潮水般扑面而来。有那么一瞬间，那些仇恨似乎也没那么重要了。但想到3个仇人的丑恶嘴脸，内心再次变得坚定。他也清楚，2人之间再无续前缘的可能。很快，阿德鲁斯就带来消息，3个仇人都将一起出席当晚歌剧院的演出。埃德蒙立刻整理着装，看着镜子中的自己，那个年轻单纯的水手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冷酷为复仇而生的基督山伯爵。歌剧院内座无虚席，全部人都沉浸在舞台的表演当中，而楼上的包厢则是聚满了整个巴黎的贵族精英。眼尖的亚伯特拿起望远镜，一眼就看到了坐在对面包厢的基督山伯爵。他急忙向父亲介绍，可等费南德看清埃德蒙所坐的包厢后，却震惊地瞪大了双眼，因为那个包厢是奥地利大使的专属位置，就算有钱也买不到，这让他对基督山伯爵更加好奇。而基督山伯爵却是一脸严肃，他拿起望远镜扫向对面的3个仇人，一个是夺妻仇人费南德，一个是陷害自己入狱的唐格拉尔，还有一个是冤枉自己的维尔福。讲到自己所遭遇的无妄之灾，埃德蒙顿时怒火攻心，连呼吸都变得急促。他急忙跑到外面平复自己的情绪，随后告诫自己一定要忍住，才能将所有敌人一网打尽。吸食了一点药液，这才压抑住内心的滚滚恨意。演出结束之后，亚伯特告诉埃德蒙，母亲因为身体不适，父亲便陪着他先回自己的住所，但他还是向埃德蒙引荐了父亲的另外2位故友，一位是自己的准岳父唐格拉尔。此时他早就将昔日的水手同事埃德蒙忘得一干二净，根本没有把他与基督山伯爵联系在一起。唐格拉尔向来是金钱至上，即便亚伯特介绍，他也是一副爱答不理的神情。直到埃德蒙说要在他这里存入400万法郎，夫妻俩才挤出一丝半信半疑的笑容。而另外一位则是维尔福，当年在马赛当检察官的时候，他就没正眼瞧过埃德蒙。如今站在眼前的基督山伯爵一身贵气，维尔福更是毫无印象。显然他们都对埃德蒙非常陌生，但埃德蒙却早已将他们深深印在脑海中，更是将他们的底细查得一清二楚。如今3家利益都捆绑在一起，其中亚伯特与唐格拉尔的女儿订有婚约，而唐格拉尔的妻子还是维尔福过去的情人，更是藏着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想要动摇他们的根基，就必须瓦解他们存在的关系链。为了打响第一战，埃德蒙早已为他们准备了一套豪华大餐，首当其冲的就是让维尔福身败名裂的黑料。所以成功打入社交圈后，埃德蒙便以招待新朋友的名义，将3家仇人邀请到了自己最新购置的豪华庄园。名义上是豪门聚会，实际上却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暗黑事。